Hello，大家好。今天天色比较暗哈，我们每天读经5分钟。今天我们再来继续推进六祖坛经行有品的进度。今天我们读一点点就好。上一次我们读到六祖慧能避难在猎人队当中，然后我们聊到说，六祖慧能本身当时24岁，他是还没有受戒的，还没有剃发。但是呢，他根据他自己本自具足的自信智慧的引导呢，他自然而然的做出了行为，就是第一个，他在帮猎人守这个陷阱的时候，遇到有生命被陷阱抓到的时候呢，他就舍不得这些生命，就把它放走了。再来第二个，吃饭的时候呢，他也舍不得吃这些动物的肉，所以说他就是都煮一些野菜来吃。那猎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吃肉呢？”他说：“我吃肉边菜就好了。”所以说，慧能本身没有受戒，可是呢，他为什么会有素食的观念，还有这种放生的观念呢？是五祖弘忍告诉他要这样做的吗？我认为不是哈，因为他们三更传法在祖师室里面时间短暂，要交代事情很多。那五祖弘忍主要是交代一些达摩祖师传下来的父祖传下来的一些诗句，还有呢将顿教心法还有衣钵的意义传承给六祖慧能，让他知道达摩祖师传法到中国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使命是什么，责任是什么。所以呢，很多细节的东西，修行啊，细节的东西是没有机会讲太多的。那当时五祖弘忍透过《金刚经》来引导六祖慧能悟本性嘛。那悟本性之后呢，就交代这些事情。其中有一部分的内容呢，我们是要到第10章的附主品才会看到就像我们前2集分享那个一花开5叶的诗句呢，其实这个也是五祖弘忍在三更传法给六祖慧能的时候就已经传给他的诗句，可是在行有品的时候是没有写出来的所以有时候行有品一些细节呢，它也不可能全部都记录在行有品的文字里面有些内容是后面聊到相关的内容的时候才会又提出来。包含我们前几天读的六祖慧能度慧明将军的这一段他简单说摒息诸缘，勿生一念，然后呢不思善恶的当下呢，引导慧明将军找到他自己菩提自信的存在。这个部分简单2句话，但是实际现场铁定不只是寥寥数语而已嘛。六祖慧能他一定有一些引导的过程，这样子。所以说，前面几次我们在读六祖坛经的时候，我在这个段落我就一直停滞了蛮久的，因为我们读这个不是按照什么进度，没有在赶进度的那我感觉说这个段落好像有内容还没有表述透彻的时候，我就会一直停滞在这边，然后再整理思绪。因为我们分享都是比较即兴的嘛，每天读个5分钟，没有说是先备课或是备稿，所以说我是临场去读原文，然后想到什么心得，组织一下文字思绪，然后讲出来。所以前几期内容也有时候也就是比较杂乱一点点那所以说前面几集在这个部分都停滞蛮久的，就是一直觉得好像有些东西有些重点，但是好像还没有把它很明确的凸显出来，还没有把它明确的讲得很清楚，就觉得一直犹豫在这边在这边
停滞着，这样子就觉得好像有些东西还没有把它记录下来的感觉，这样子。但是这几天我感觉呢，主要重点，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六祖慧能呢，他一定是有亲自呢，用一定的方式去引导慧明将军呢定下来，还有拨除一些杂念，然后引导慧明将军去发现他本自具足的菩提自信，他帮助慧明将军辨识出来。等于每个人都有菩提自信，本来就本自具足。可是大部分的人，你心中有很多的第六意识性的想法，还有很多念头的时候，还有很多潜意识的思绪的时候，你不容易辨识出菩提自信的存在，也不容易辨识出内在智慧所给你的讯息和感应，不容易辨识出来。换句话说，其实我很久以前我们也有聊到这个，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开悟状态，就每个人其实你内心都有那个讯息，就像那个与神对话的书本也有提到，我们也有分享过，就是说神无时无刻都在跟每个人说话，只是你自己没发现。这样，那六祖慧能呢？这边的特点就是说，他亲自去引导慧明将军发现自己的菩提自信。而这个亲自引导的动作和方法，是过去的祖师不会这样做的，有点像是说，以前的修行人是自己要修，有点像是我们如果用游戏的经验值来譬喻哈，你自己经验值要累积到100%的时候，你才会解锁一个新的能力。那现在六祖慧能在做的事情，变成是说，你经验值还没达到的情况之下，他先帮助你开发了这个能力了，然后你再慢慢去把经验值补齐，就是先得后修的感觉，先得后修。换句话说，如果仅凭着慧明将军自己自悟自解的经验值，他是还不足以发现自己菩提自信的，不足以。但是呢，因为六祖慧能给他加持，帮他引导的情况下，帮助他先悟了本性，悟了之后呢，他再慢慢去修除心中的那些无明啊、杂念啊等等，所以就是有点先得后修的概念。所以说六祖坛经到后面这边呢，开始呈现出的重点就是，一方面是普传的概念开始跑出来，一方面就是他开始有点在引导，帮助那些本来还不能够见性、不能够发现自己菩提自信的人，他帮助他先发现了菩提自信的存在。后面附注品也有提到嘛，悟道超凡者不知其数，就是说六祖慧能除了底下这个受戒这个剃法出家的弟子以外啊，好像40多个人，其他呢不属于正式的弟子，但是呢经过六祖慧能的引导而悟道超凡者不知其数，就是太多了啦，已经多到数不清了，那么多这样子。所以六祖慧能做的一件事情是过去祖师所没有做的，就是他帮助不知其数，帮助很多的人悟道超凡。那这些人呢，本来凭他自己的悟性不一定能够悟本性的，但是透过六祖慧能的协助，帮助他们悟本性了。悟本性之后，他先得后修，再去修自己这些无明拨云见日的动作，他在后续去。他先解锁了这个技能之后呢，再把经验值补齐，这样子的。所以说六祖慧能进入了普传阶段，而且呢，他有点帮助大家先得后修的这样子的性质存在哈。这些都是六祖慧能跟过去的祖师很不一样的地方。他超越了宗教，超越了很多的所谓的资格、资历。超越了很多的限制哈，反正你只要根基缘分具备的，他就引导你悟本性了，这样子。好，那这边
这边这一段猎人队这一段其实呢，这边的话也有一个重点可以去讲，但我们今天不讲那么多。这边的重点就是说，六祖慧能所做的一切行为，我们一般都认为说，我们一般人做事情是根据思维的，根据是非对错，或是根据法律，或是根据一套规则来做。可是六祖慧能是根据他自性智慧的引导，这是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说这边的重点就是说，我们一般人是为了放生而放生，为了吃素而吃素。什么意思？别人告诉你放生很好哦，所以我放生；别人告诉你吃素很好，所以我跟着吃素。可是我不知道放生的意义是什么，也不知道吃素的意义是什么。可是六祖慧能不是这样，没人告诉他放生，也没人告诉他吃素，他是根据自己菩提但用此心，他是根据自己自性智慧的引导而去做出的行为。包含他听到一些诗句啊，读到一些经典，不用别人教他。诸佛庙里非观文字嘛，不用人家教他，他自己自性智慧就知道意识了。所以说他是根据自性智慧的引导来做动作。那自性智慧的引导做出来的动作，其实就是佛性的显现。换句话说，他的动作是诸佛菩萨也会做同样的动作，他只是做了跟诸佛菩萨一样的动作而已。而我们一般人因为没有跟自性智慧连接，所以我们是根据别人告诉我们什么样做什么是对的，我们就做；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就做。可是自己不知道原因，所以一般人跟六祖慧能这样悟本性的人做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模式，不一样的因果关系。六祖慧能他不管你是有出家没出家，也不管你是什么规则，他不管你世间法是什么规则，他也没有文化，没有受过教育的。他是根据自性智慧该怎么样做，他就怎么样子做；该怎么样去理解，他就怎么样去理解。他是根据自性智慧来引导的，这是最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边的重点就这边。换句话说，我也是这样认为，吃素或者是放生，这个是说你要看你自己本身，你自己心中发出的念头是什么而做的，而不是别人叫我要吃素，别人叫我要放生，或者是说我觉得这样做对我很有利，福报很大，我是为了放生，为了福报而做，不是这样子的。真正的像六祖慧能，他是不为了什么，什么也不为了，不为了任何原因，只因为他心中觉得这样做是对的。他不是为了说放了一个生命怎么样，他是因为一切生命的都有佛性具足，所以说他自己自然而然的产生的慈悲心就把它给放了。他不是去思考说什么样的原因去放了他的，也不是说为了守什么戒律。而他吃素不吃众生肉一样，就是因为一个慈悲心，一个菩提自性的频率是这样子，这频率就引导他就不会产生这个想吃这些东西的欲望。他不需要去要求自己说我不要吃肉，我不要怎么样，不用，他自然而然呈现出来就是这样子的状态。这是这边的重点，那我们只是简单聊一下而已。那后面这边呢也是一个很经典的案例。那这边的话其实就是牵扯到潜意识了，也是我现在读经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说，很多人在读经典或是在了解经典、学习经典，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你有没有切入到潜意识的状态去学佛经当中在传递的东西，那很关键。那这个东西我们就下一次再聊。那当我们呢后面这几个重点聊完之后呢，就快要行有品就快要读完了，但还没，还有一点内容。好，那我们今天先读到这边。猎人队这边，还有我们下次就可以聊一下这个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从潜意识的角度来聊这个内容。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还有就是说潜意识其实会跟我们的外在环境的显化，所谓的化身，就潜意识信念跟外在环境的结果是有一定的吸引力法，一定的关系存在。那个东西是重点，之后我们再慢慢聊。
那我们今天就先简单聊到这边，我们就明天再见喽。那我们就明天见，拜拜。